大家好，蛮高兴的是再一次参加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活动。那我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2018年的时候曾经也参与过。那时候来谈台湾人的血缘，跟台湾人是怎么从各地迁徙到台湾人的历史故事。那今天也蛮开心的，再一次参加2020年加拿大台湾文化节的盛会。那透过这一次的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去这2年来，我们从台湾人的历史角度出发，重新再来检视这几年变化的时候所看到的更明确有关于台湾未来发展的历史脉络。那从这些历史脉络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到的是全球化议题、本土化议题、那族群冲突歧视的议题，其实在过去台湾的历史当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跟具有一定的重要的转折。那而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未来的台湾，其实它也扮演蛮重要决定性的角色。那更何况是最近这几年的话，同样的族群冲突的议题，那族群之间歧视的议题，在各地也都不断的被蔓延开来。而 COVID-19 所带来的冲击，更引发了各式各样的全球化在地化，或者是族群冲突跟歧视之间议题，有都被燃烧着。那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未来台湾未来10年，在 COVID-19 结束之后的未来10年的台湾，那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而这些期待、这些变化，又可能来自过去台湾的哪些历史脉络？那以下就是想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团队在过去这2年来所看到的，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来所看到的，我们的认知跟我们的看法跟观点。在全球化、本土化、那族群冲突的议题，在全球都广为被探讨。那在台湾也免不了的，我们内部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这3个议题相冲击之下，那台湾到底会怎么走？那首先呢，我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很喜欢从一些客观的角度来看，说到底台湾在全球或在过去全球历史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如果从地理上直接客观的资料来看的话，会看到其实台湾它就是很单纯的，它落在东亚大陆的边缘。而这个边缘的叙述或边缘的看法，其实在过去甚至说100多年来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台湾人都会觉得自己蛮悲哀的，就是我们是中国的边缘，我们是过去5000年来伟大的历史的中国当中的边缘角色。那可是呢，如果你跳开过去这样的看法的话，你把台湾看成是一个区域的中心，我们是同时可以连接东亚、东北亚跟东南亚的中心。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视为是连接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中心。那你从这个中心的观点出发来看的时候，你是会发现好像台湾应该不算边缘吧？那仔细去回顾台湾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台湾有时候的确是处在边缘的状态，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又是扮演中心的角色。那在历史上的台湾呢，就常常处在有时候是中心，有时候是边缘。而这样的转换过程当中，其实就造就了过去台湾的历史，那其实也形成台湾的现况。那对未来的看法，我和我的朋友们和我的团队们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那简单讲就是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会觉得台湾其实似乎又从边缘地带要转入中心的角色。那从图上你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就真的落在东亚中国大陆的东南方一角，隔着台湾海峡和福建省对望。然后呢，我们往北走有看到日本跟韩国，往南走有看到东南亚。那从这样子精度摆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真的就觉得台湾是一个边缘地带，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任何的一个位置。那可是你把它横向来看的时候，从海洋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东亚大陆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似乎就看到台湾似乎就处在一个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呢，刚好就是东北亚跟东南亚的海域交汇的时候必经之道，必须要经过的地方。那过去几千年来的台湾海域附近的活动，其实就围绕着这些红线，
围绕这几个点在到处走。那包括所谓的海上丝路，也是走这样子的路线。那台湾在过去几千年来，不管是南岛语族，或者是后来的丝路贸易，那甚至到更后期的大航海时代，其实台湾都在这些发展的进程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所以五六千年前的时候，南岛语族的扩散，那有蛮多看法都认为南岛语族是从台湾扩散出去的，从台湾往外走，往东南，往西南，那散布到整个太平洋跟印度洋，最远东边是到复活节岛，甚至有可能进入到南美洲的沿岸。那往西呢，最远到马达加斯加，那也有可能会接触到非洲的海岸线。那这些南岛语族有一些 DNA 的，或者是生态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证据都显示，南岛语族似乎是从台湾扩散出去的，而时代大概就5、6千年前。那我个人看法比较偏向于，它应该不是一个单向着从台湾出去。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有人从台湾出去，也有人从外面回来，都有。那整个东南亚的海域应该是有许多船，或许多货物，或许多的人员来来去去的。有些从台湾出去，有些过来台湾，那反复的在这些进行各式各样的贸易活动。这张图呢，是显示出过去这将近30-40年来，我们在东南亚的海域，那澳洲的研究团队跟台湾的研究团队一些考古学家，他们发现，在3-4千年前的时候，台湾花莲所产的丰田玉，这个玉呢，它在黄色的这些点上都有出土，然后年代大概都是3-4千年前。3-4千年前是什么时候的时代？3-4千年前似乎在中国也没有所谓的汉朝，而且是在春秋战国之前，那比商周都还要早。那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人，其实就已经带着玉石和东南亚的其他民族，应该都是南岛民族啦，彼此之间贸易交流。所以我才会看到台湾的丰田玉广布在越南的东南部、泰国的东南部、那部分的婆罗洲地区以及菲律宾。但是谁带出去了？当然就是早期的台湾人，绝对不会是来自东亚大陆的中国先人，绝对不可能，一定是台湾自己。好，那除了刚5、6千年前跟3-4千年前的扩散，那还有台湾玉与人群的扩散之外，其实在1、2千年前的时候，500、600年前的时候，那包括最近这400年，其实在台湾的海域都有很多的重要事件。那台湾的历史其实主要的信史，也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话，是最近这400年。那最近魏德圣导演想要开拍一部台湾3部曲，那着眼的就是从荷兰、西班牙来台湾，那到后来的郑氏王朝，到后来的满清、日据，以及最后的中华民国，这样子总共有他们视为大概有3个阶段。那可是呢，在这400年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光从考古上的证据，那包括从台湾人、原住民以及台湾人一般台湾人的 DNA， 似乎都可以去推论出来，在400年之前的台湾人，其实早就已经在整个台湾附近的海域到处来来去去了。那除了刚讲的南岛语族扩散，然后台湾的丰田玉扩散到东南亚海域，那再来就是1、2千年前的时候，古代海上的丝路贸易。那丝路贸易就一路从东北亚往南，经过台湾，往南在东南亚，再往西到印度，然后到中东阿拉伯，那到欧洲去。而参与这些古代的丝路贸易呢，自然而然就有百越族的先民，那跟亚洲沿海地区的一些先民。
而在500-600年前的时候，也是大概中国明朝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台湾的海域上有非常多的海盗，或者我们把它叫做武装的经商集团。因为这些之所以被污名化为海盗的话，是很简单，就是不管是当时的韩国，或者是当时的日本，或当时的中国，其实都是不太能够接受他们的人民出海经商，他们是锁国的阶段，那就会把这些在海上的商人视为是倭寇，视为是海盗，那他们会打击他，污名化他。而这些人其实仔细去检视他们的话，他们其实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几千年来一直延续在这个海域上到处经商的一群人。然后这群人自然而然就包括了原来的百叶族先民，以及欧亚大陆的沿海先民。那曾经跟某些早期的研究台湾历史的人，那还有一些有兴趣想要拍影片或纪录片的人谈过说，有不少人都蛮想要去拍郑成功那个年代的海盗，因为觉得似乎在台湾附近的海盗的故事很精彩。那国外都有所谓的神鬼传奇了，那台湾难道不能开拍一部吗？那曾经就有人想过说，如果去拍这样的电影的话，它会出现什么样的场景呢？会发现似乎有8种语言、8种民族，包括一般的闽南人，包括日本人被视为倭寇，然后包括部分的台湾原住民，包括来自中东的伊斯兰人，那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先民，都寄居在这些海盗经商的集团的船上。那总共有各式各样不同肤色的民族在这当中。那要开拍这样一部电影的话，它所要耗费的资源似乎很困难办得到，所以很多人都考虑之后，后来就放弃了。可以想见是在那个时候的台湾海域上是多么的精彩，绝对不是后来人所讲的就是一些倭寇啊、一些海盗啊到处乱来，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到后来最近这400年呢，当然就有荷兰、西班牙过来的近代西欧人来到了台湾。那闽南客家人也蛮明显的，在这个时期就更多了。那到日本政府拒台的时候呢，有一些琉球的移民也移到台湾来，成为湾生。那日本也有不少移民来台湾，也成为湾生。而最近这70年，就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也带了一批来自中国各地的，我们在台湾把它称为外省人，其实就是一般的中国人，这样。好，那在了解台湾过去这几千年来，从史前时代到最近这400年，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看到的就是，其实台湾几千年来是属于海洋的文化体系。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大陆体系的边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海权的国度，那个时候当然不能说是国家啦，但是在海上我们有一定的能力、一定的武力、一定的力量。然后呢，属于整个开放的海洋贸易网路。这个海洋贸易网路往东可以到太平洋许多岛屿，往西可以到马达加斯加、到印度洋、到中东阿拉伯。而在这样子开放的海洋贸易网络当中，当时的台湾人呈现的其实是一种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状态。相对来看，我们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自由的。你在海洋贸易网络上来往、到处航行、到处做生意，自然而然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要到任何安全的港口或任何安全的贸易点去做贸易，你不会去限制到。如果有哪一个区块或哪一个贸易点，它显得限制比较多，甚至有族群冲突的问题的话，那自然而然这些商人就会避开啊。那众多商人，其他商人也大家一起都避开啊，不会有商人喜欢跑到贸易冲突的地点去做生意。自然而然有贸易冲突的地点，就算它之前是贸易热点的话，当贸易冲突情形越来越严重之后，这个贸易热点也会消失，变成一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所以在古老的开放的海洋贸易网络当中呢，族群冲突的问题其实相对是很少的，因为冲突自然而然就影响到你没有办法参与贸易，你就自然而然就失去作为贸易中心点的角色，而台湾就属于这样一个开放的贸易网络的中心之一。但是在16世纪之后，尤其是从清朝到后来的中华民国进来之后，台湾其实就被转变成一个相对保守的陆权体系的边缘地带的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然后呢，原来多语言、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状态被迫被汉化或者是皇民化。那中华民国来的时候，就是加以中国化，形成一个单一族群文化的现象。那以现在来看的话，大部分的台湾人其实都会认为说，我们97%都是汉人啊，那只有3%左右的比例是属于原来的原住民，台湾的南岛语族，而大多数的97%都是汉人。可是这件事是对的吗？如果汉族的存在性是被质疑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假的共同体的话，那还原历史真相的话，看看几千年来的台湾，400年之前的台湾是什么状态？是一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状态。但是在400年当中，被陆权的保守体系困住了，我们产生了更多限制，出海的限制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自由。然后呢，相对的，在被迫汉化或被迫皇民化，然后被迫中国化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更多的族群冲突的问题。而台湾就是在这一个保守陆权体系的边缘。而这400年的过程的历史是大部分现在的台湾人比较明确知道的，因为有文字记录，然后也有长辈的传递，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故事告诉大家。那自然而然有许多台湾人就会觉得我们蛮悲哀的，也就是一直都被外来的政权统治，那没有本土的自己的自治力量存在着。那相对的，我们就觉得似乎我们都蛮凄惨的，那一直被异族统治，然后呢，也产生许多各式各样的限制跟许多的问题。而这些族群冲突或是各式各样的限制的问题，仔细去找它的脉络的话，很自然而然的，它不会来自于400年之前的原始台湾，古老的海洋文化的台湾，它自然就来自哪里？来自于最近这400年来统治台湾的陆权文化体系带来的影响。在原始开放海洋的环境之下呢，本来的不同岛屿通通都是中心，只要你愿意参与这个海洋贸易的世界，你自然而然就是一个中心点。每个岛屿都有它自己个别的货物，可以在这个贸易体系当中去生存、去做生意，然后人也是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但是呢，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的海权势力从西欧经过非洲的整个海岸线，不经过红海往外绕一圈之后，进到阿拉伯地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字记载开始就已经告诉大家说，葡萄牙人沿着阿拉伯的沿岸一路往东抢夺，用他的军事力量到处的引发族群冲突，抢夺货物，那一路到台湾，到日本。而14世纪、15世纪的时候，不管是清朝的帝国，或者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然后包括像日本，都有比较偏向于陆权文明的状态。它不是原来的海洋文化比较兴盛的地区，而这种陆权文明的心态，它自然而然就比较保守，然后也会在它的临海地区引发各式各样的族群冲突。那就如同明朝时候我们看到的
把在海洋上做贸易的这一群人叫做倭寇，然后会出动军队去剿灭他们，不管是日本的，或者是韩国的，或者是当时明朝的帝国，都做一样的事情。而到清朝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不断的去剿灭在台湾附海域上所有的经商的武装的海盗或者是集团，这些在这个时代都不断的和附近的陆权帝国产生冲突，那这当中也存在着族群冲突的问题。好，那到底族群冲突是怎么出现的，怎么产生的，甚至到最近这一年，歧视的问题在全世界也都被提出来，美国的BLM 活动所造成的各式各样的对立，那它背后显示的是族群冲突跟歧视的问题，而这当中它的源头，一个就是来自于保守的陆权的组织，比较容易去引起族群冲突，因为它相对比较保守，然后它企图在扩展它的军事力量，或者是扩展它的政权力量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在它扩展力量的过程当中，和原来不受它统治的族群产生冲突。而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把政权不要看得那么大，像帝国啊那样一个组织，我们看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位，其实只要像一个社区的共同体的形成，它就有可能会产生小规模的族群冲突。因为很简单嘛，你要形成一个共同体，形成一个社区，你自然而然就会对于社区内的跟社区外的一定会有一定的分别嘛，对啊，毕竟资源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族群或任何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社区，它不可能拥有无限的资源。然后有限的资源要如何分配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了一些不一样或不一致的对待。有些人可能分到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分到比较少，有些人觉得很公平，有些人觉得不公平。而这种种的公平或不公平的分配的问题，都会引发歧视或者是小规模的冲突。那看起来族群冲突或者是歧视的问题有解还是无解呢？如果在我和我的朋友、我的团队当中的看法当中，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自然有政权就一定会有族群冲突，自然有共同体就一定会有歧视跟冲突的问题的话，那不就永远无解？其实也未必啦。如果看人类历史的进展的话，你会发现是几百年前的族群冲突引发的现象都是直接对决，把对方全灭。可是最近这100年，我们还会听到有这种集体把整个族群灭绝的这样子的战争或者是活动存在的吗？没有了啊。而在美国的黑白之间的族群冲突，100年前是什么样的冲突？而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冲突？你觉得冲突现象是变得更大、更严重、更恐怖，还是相对变比较文明的？那更早之前的欧洲移民到美洲大陆和美洲当地的原住民之间产生的族群冲突，那时候也是直接的把印第安的族群或美洲原住民族群直接就灭掉啊。而现在就算是当地的原住民和一般的欧洲移民之间的冲突会产生这种灭族的现象吗？也不会。那台湾也是啊，以往的汉人跟原住民之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会吃掉对方，出草啊，甚至汉人也会捕捉原住民煮来吃啊。那现在你有看到人吃人现象吗？没有啊。所以随着人的文明、人类的文明跟文化的进展，族群冲突虽然不可能完全消失，可是它冲突的力道或冲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其实都在降低当中。相对的，我们也会不断的去传递各式各样的正面信息，叫大家要共同的去理解对方，然后彼此分享共同的观点，那尊重对方的差异。所以我个人是相信，随着文明的进展，那
这些冲突或者是歧视都会慢慢的越来越文明化，那自然而然不会像以往那么严重。那当然这还是限定在不同的区域啦，像同样的族群冲突，目前在中东地区当然就似乎还保留了过去几千年的现象，动不动就是要把对方剿灭。那在中国呢，这个感觉上来讲，跟以往比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万人被杀掉，目前最近这100年来似乎也比较少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因为中国毕竟它目前似乎看起来面临到一些问题，然后它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共同的一体的国度，也就是从几千年来的中国，你不会看到福建省跟广东省跟黑龙江省，然后跟各地不同省份的官员、读书人在首都朝廷任职的时候是共同体的，是彼此分享的，然后彼此合作的，不会啊，看起来就是彼此冲突啊。福建人会形成他们自己派系，然后湖南人会形成自己的湘系，那广东人会形成自己的粤系。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其实存在的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之间都有竞争跟冲突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在目前这100年当中，或是过去这30-40年当中，其实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它是被压制下来的。那如果一旦中国的压制力量减弱了之后，那原来存在千年的这些族群冲突的问题，是会一下子都会爆发出来，还是就不见了？其实现在很难去直接的预估，但是比较悲观的看待的话，觉得几千年的问题其实应该不会一夕之间消失，它应该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才有办法降低族群冲突的问题。而在族群冲突议题之外，台湾自然而然就有全球化跟本土化的议题需要去探讨。全球化在台湾其实一直以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啊，因为16世纪以前，400年以前，本来开放的台湾就是不断的在海洋贸易网络当中到处做生意，到处出海，来来去去，所以本来就是开放的啊。那如果你把大西洋的贸易拿掉的话，其实在16世纪以前，在美洲大陆还没有被发现以前，它只有美洲大陆原来原住民，欧洲人还没有过去之前，其实大西洋贸易是不存在的。那时候的全球化贸易在哪里？其实就是沿着欧亚大陆的边缘，从地中海到红海，到印度洋，到东南亚，到台湾，到日本。最大的全球化的贸易网络就是这一个，而台湾呢，几千年来一直在里面啊。所以全球化在16世纪以前，台湾的全球化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东亚大陆的帝国体系，比明朝、比清朝、比宋朝、比唐朝都要来得更高。但是在16世纪以后，台湾被并入陆权文化体系之后，它相对的就被限制下来了。本来属于台湾的开放的海洋文化的一些特征都被剔除掉，然后变成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族群。那对台湾来讲，全球化议题，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一个真议题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只要台湾把过去这400年来外来的保守陆权文明的限制都拿掉之后，台湾就恢复原来全球化程度比较高、比较开放的海洋文化的特征。所以台湾的本土化其实反而就等于台湾的全球化，而台湾的本土化其实就是不要再继续的东亚大陆化嘛，就摆脱这400年来外来陆权文明的限制，就是指台湾的本土化。而这个本土化自然而然就会带来台湾的全球化。而台湾本身很小啦，所以已经够小了，小到你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台北市自己要在地化，或者是台南市自己要在地化。当然啦，有时候我们会去笑谈许多事情，例如
北部就是油贩，南部是真正的粽子。这台湾大家都当在玩，并没有真的人把它视为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在争执啊。如果是的话，那大家生小孩完之后，那是不是都不要吃油饭？南部人就不要吃油饭啦，你们就吃粽子啊？不可能啦，生完小孩还是吃油饭啦，对啊。既然油饭被嘲笑的话，所以这些东西在台湾都是一种笑谈呐。那像花莲被视为花莲国，其实真的是花莲国吗？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在开玩笑的过程。因为台湾很小，小到你不管你在北部还是在南部，还是在中部还是在东部，其实你不会因为说你来到花莲之后就感觉是外人，当地人会排斥你，讲话你听不懂，然后不管是语言还是吃的东西，都跟你差异很大，不会。所以台湾很小。既然台湾很小，那其实台湾其实没有更小的本土化在地化的需求，因此它就是有一个事情，就是台湾本身要台湾化，不要再继续的东亚大陆化。那台湾恢复自己原来的开放海洋文化的体系的属性，自然而然就是台湾的本土化，而这个本土化就会带来台湾的全球化跟海洋文化属性更高的开放自由的性质。而在这样的脉络之下，也就是从刚讲的地理的特色看到台湾有时候是边缘地带，有时候是中心地带。而什么时候是边缘？很简单，就被并入陆权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是边缘。什么时候清朝统治的末期，我们就是边缘。所以呢，清廷打输日本之后，直接就割让啊，反正鸟不语花不香嘛。而并入日本之后呢，一开始我们还蛮中心的，因为是新的领地。可是到后期，日本掀起比较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亚战争的时候，台湾自然而然就会被视为不是那么中心的，就比较是视为就比较是次要的地区，因为比较重要的地点可能是更前线的其他地区，直接面临第一线要往外拓展的那些区块，在日本的眼界当中可能是更重要的。而进入到中华民国体系之后呢，一开始由于冷战的规模还存在着，所以台湾自然而然被归属于是比较偏向于美方的。当中国锁国的时候，我们是属于美国所建立的全球体系当中的一环。那台湾享受了很多红利啊，来自美国的各式各样的援助，而这些援助在台湾也不断的开发结果，像半导体的技术的转移跟台积电的成立，那都是早期那个阶段美国援助之下台湾所得到的红利。而什么时候台湾又从中心变成边缘了？其实就大概这30年，大概1990年代之后，有不少台湾人做生意到中国去了，然后台湾开始往中国看了，那台湾开始认为全世界的未来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中国市场，那这时候台湾就被边缘化了。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资源从台湾输出到中国，然后这30年来，台湾就被视为是一个边缘角色了。那甚至不是传说，当年希拉蕊曾经认为跟中国是可以谈谈看，把台湾给他的，对啊，签个约啊，然后把原来的中国所持有的美债都打消掉啊，有这样子的信件或者是讯息被解密出来吧。你可以想见，在这30年过程当中，大约从1990到2014、15的这个阶段，台湾不断的被边缘化、边缘化、边缘化、边缘化。而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台湾又开始转到中心去了？其实就最近这几年吧，大概15、16开始，当中国企图崛起，然后当全世界开始慢慢意识到中国崛起带来许多负面效应的时候，那台湾慢慢的自然而然又被视为是我们开始又被视为是中国以外的海洋世界的体系的时候，
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那这时候台湾又从边缘转成中心了。那从边缘转成中心，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力，不论在任何时期的时候，包括从南岛语族扩散到玉器扩散在东南亚，这时候台湾都是中心。而丝路贸易兴起的时候，台湾本来还算是一开始的中心角色，可是慢慢的，由于台湾本身并没有所谓的瓷器，或者是中国的一些茶叶，或者一些高级的纺织品，或者一些特殊的东西。那在丝路贸易的后期、中后期阶段的话，其实台湾是被边缘化的。那个时候的百越民族本来是跟着原来的南岛语族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玉器跟贸易的这些百越的先民，你可以视为是闽南人的先民。这些人他们到处的在做丝路贸易的时候，其实是跳过台湾的。那在考古上你会看到是台湾很有趣的现象，是在2000年之前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外来品，可是大概在2000年前开始到800-900年之前，我们出土的外来品似乎变少了非常非常多。那换句话讲，就是在丝路贸易的阶段，前期的时候台湾可能还不错，中后期的时候台湾就被边缘化了。因此当台湾从中心转成边缘的时候，自然而然台湾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可是呢，当我们由边缘再转成中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台湾就变好了。不管在各方面的资源、各方面的利益，然后更多人愿意来台湾，然后更多的货物从台湾出去，然后更多的资源会被溢出到台湾来。而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未来的问题该去省思了。那到底未来10年，中国是会爬起来取代掉美国，把整个东亚吃下来，然后台湾被迫又被移到陆权文化体系当中的边缘的一个小岛吗？还是其实中国没有办法成功的取代掉美国在东亚的势力，然后把日本、把韩国、把台湾、把南海、菲律宾、越南都吃掉？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办到这个事情的话，那自然而然的整个东亚海洋的体系都还是归属在美方所建立的安全体系的范围之内。那这时候台湾就是蛮好的，依然是中心的角色。那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真的起来的话呢，那自然而然台湾就又被吃进去了。而中国能不能起来，似乎看起来就未来一个很大的变数。可是就如同我们所认为的，其实自古以来，东亚大陆就不是一个共同体，它就不是一个从西藏到新疆到黑龙江到福建到广东，每一个区块的人都认为是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我们是5000年来就想共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习俗的国家、同一个民族，不是，绝对不是。那因此，共产中国还要在目前统治中国的压力所面临的挑战，只会越来越险峻。那在这样险峻的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他其实很难把他的势力延伸出来，去把日本、韩国、台湾、越南、南海整个吃下来，因为他有内部各式各样的问题必须要去应对。而在应对过程当中，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回到早期的锁国阶段，他重新把香港跟周遭地区锁起来，然后用原来的专制力量来统治它、压制它，不让各个地区的族群冲突的议题浮现出来，然后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压制来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力量是可以持续下去的。那光这样的压制力量应该就会耗掉它大量的资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很难往外走。所以我个人我们对于台湾的未来其实是蛮乐观的。
那也就是我们又从边缘要走向中心。那一个很简单的现象就好了。如果目前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对于来自中国的学生或者是来自中国的移民都开始打上一些问号的时候，那原来在欧美地区的中国移民可能还好，那未来的话会有新的中国留学生往外走嘛，可能就越来越少了。那台湾呢？不错啊，我们就回到以前1980年代以前啊，可能在美国就只有台湾留学生可以拿到大量的奖学金，没有中国人来跟你竞争，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态。而这样的状态就再一次就是凸显，就是台湾又回到了中心的角色。所以在整个历史脉络，从边缘到中心，然后到台湾原来的海洋文化属性，后来被陆权文明并吞掉的这样脉络来看的话，那以目前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那台湾就是很有可能再一次恢复它原来海洋文化属性，然后再一次享受到海洋文化属性所会带来的更多资源跟红利。那因此我们是蛮乐观的看待未来10年台湾的发展的。谢谢大家。那我想主要的谈的，从你刚刚提的这个点的话，我主要可以想到，其实就是这70年来自中国各地的外省人进到台湾体系之后，那他把台湾的整个政治、文化、习俗都做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的话，就使台湾本来的闽南语或本来的后来有一段时间的讲日语，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台湾原来的风土习俗都被中国化。那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外来的这一群人，他掌握比较多的资源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原来当地的人群、当地的文化、当地的语言给改掉。日本来台湾也是这样子的。那现在的话，以台湾未来来看的话，不太会看到一个外来族群可以强势的在台湾拿到所有的资源，拿到大部分的资源。这个大概不太可能，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了啦。你可能有机会选上一些县市长，或选上一些国会议员的代表，可是你很难全面的把原来的台湾的本土过去这几十年来的一些人都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所以自然而然的不太可能形成又再一次被外来统治集团完全拿走的状态，因为台湾已经民主化了。对。目前看到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族群冲突的议题，其实只局限在东亚跟中东，然后东欧这几个区块。而在西欧或者是海洋的亚洲的区块，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了。那如果你往前看的话，在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其实更恐怖啊。那个时候民主国家这样设立的时候，很自然而然嘛，2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引起的啊。所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的族群冲突跟民主国家的议题，自然而然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那现在呢，这些问题还是存在的。那存在的其实你会看，其实就是在几个区块，就像中国其实现在问题蛮大的，就是因为中国尝试的想要转型变成一个现代的国家嘛。那现代国家它就是要画出一个边界，在这个范围之内通通都是中国人。然后在300-400年前时候的法国就这样子啊，他画出一个边界，法国大革命完之后他就画出一个圈子，画出一个边界，这个边界的都是法国人，结果英国跟法国就打仗了啊。那是因为英国认为本来是属于他们英国贵族的属地，现在被你法国圈进去，变成你的法国人的边界，那自然而然英国就跟他打。然后当英国跟法国明确的把他的边界定完之后，所谓的德意族神圣罗马帝国，他也要转型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时候，他也要画出一个边界。那他要画出来的边界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自古以来的边界，就整，所以他画的边界就是要把整个欧洲都吃下来，变成一个国家。
可是这办不到，所以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战争跟冲突。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普鲁士的这个比较小单位的发展成现代的德国，然后原来的所有的德国人的后裔，像所有的广义的日耳曼人就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德国。那中国面临就一样的这样的问题，你整个要把版图、蒙古、新疆、西藏都画起来，现代国家，它就会面临到德国或者是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所面临的问题。那以当时的第一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在中国的话，它要做同样的事情，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族群冲突。那比较有解的方式的话，其实就是尊重各个区块几千年来的风土文化历史的传统。新疆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新疆当人，你应该交给他们自治。蒙古自古以来就是蒙古人，蒙古人不会认为他们自古是被中国统治的，他们只有认为他们曾经统治过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过蒙古的，所以蒙古自然而然也应该让他自己形成他自己的定位。所以自然而然的中国的解体应该是最后变成现代国家的唯一的办法，因为其他的地区都失败了。我的话，个人来看的话，我会更好奇的是，他提到的这些人物当中，很明显嘛，花木兰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啊，在那个年代的。或者是因为花木兰时期似乎看起来是在汉之前的事情，那或者是在东汉后期的，就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的事情，才有这样子的故事。那如果你看现在的一些在讲中亚地区历史的书的时候，会发现花木兰的原型，它比较像是一个中亚地区的女英雄的人物。那样子游牧民族的英雄的人物，他绝对不是中国的这种角色，所以他绝对不会认为他是中国人。那孙悟空他的原型其实是印度文化，他当然也不会是中国，对啊。那这当中呢，或许只有后来最后的毛泽东，然后孙中山，然后鲁迅，他可能算是在国族的认同上的意识上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孔子的话，他那个年代是孔子，也中国存在嘛，似乎也不算是。春秋战国那个年代的中国，应该讲那个时候东亚大陆本来也没有中国政权啊，那在汉之前的事情。所以在看的时候，我会更有兴趣的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到底哪些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这些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假的？因为它从外面来了中国了，然后来了中国有一段时间的，我们就说它是中国的。那很有趣的类似这样子的现象或是这样的脉络，其实在中国很多。像在康熙年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康熙还是在乾隆还是在雍正，在那个年间的时候的现在的农民历要重新再改版，然后那时候立马都带来新的天文观测的历书，那个时候的汉人是非常反对的。那反对的理由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历书在那里的，为什么要去改它？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捍卫的那个历书是在元朝的时候伊斯兰人来做的，那也不是中国的。所以在后来的汉人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会去东西视为是中国的东西，其实在是外来的。那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到底什么东西是原来就在中国本土的，然后不是外来的？包括连唐诗啦，它都是从波斯来的，都不是中国的，对啊。唐诗的那个格律，或是律诗的那个格言，或是那个律体，很明显就是波斯那个时候的诗体的律，对啊。所以仔细看会发现很多东西似乎都不是的。所以在看这种，我会觉得看一些现在标榜中国艺术或中国文化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打上一个问号，会去问说，那真的是中国的吗？看起来很多东西似乎都不是。
的一种历史？这应该我不会去说这些东西是我个人研究的东西啊，应该是说就广泛的看各式各样的相关的资料。那因为我们是从我本质上是从台湾人的基因出发，然后尝试的想要去找出为什么台湾人的基因是这么复杂，然后去反推那到底当初几千年几百年的时候在台湾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这些事情就去参考各式各样的历史的典籍，或是各式各样的新的历史的文物或研究资料。那这虽然是一个综合性下来的看法跟观点，而这些观点应该是散布在各式各样的典籍当中都有被提到。那当然目前很难有所谓的客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所有人都可以认为是对的那样子的看法，包括到底海洋海权文化是比较属于中国的，属于台湾的，那日本本身到底是海权文化比较重要还是陆权文化比较重要，其实这都是被不断的拿来检视的。那有些人认为是，有些人认为不是，所以我只能说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很多书上都有提到，那只是说散布在各式各样不同的书籍。那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过去这100多年来日本的学者在研究他们日本自己跟亚洲整体的文化的时候提出的一些观点。那其中有一个很明确的是转折点，就是说第一个是最近这30-40年来全世界包括中国包括台湾都开始注意到说亚洲大陆不是只有中国，还有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可能他们的文化的程度资源的丰富度是远比农业的中国要来得好的。那这个观点其实是从日本学者开始提出来的，那开始看到这样的论述，那把整个东亚地区的海洋文化特别拿出来去当作专书去谈的，其实也是看起来我觉得也是日本学者是在整个亚洲地区是首创的，对吧？那我想这很简单，是应该是说对于亚洲的中国跟日本的文化议题，欧洲美国那边当然有不少人有兴趣，那可能他自己个人有兴趣的时候，少数的人他才会去钻研这一块。那在日本的话，在台湾的话，其实应该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必须要去探讨它。所以反而在日本、在台湾、在中国这方面的看法研究会慢慢的越来越多。那也看到的确是蛮多的。应该是说在讲起来的话，我个人会去认为说，欧美地区的历史研究的话，相对于东亚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来看的话，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先进啊，更走在尖端啊，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跟政治连结的问题，他们其实蛮喜欢去探讨饮食文化或者一些很细部的考证，像石井轩的话就花了很多时间，我蛮喜欢石井轩这个历史研究学者，他又花了很多时间不断的去考证跟康熙有关各式各样生活起居的记载，然后他做了很多跟康熙、雍正有关的研究跟考证，而这些研究跟考证的话，会着重在很多重要的具体的记载或重要具体的事例，然后去考证当初到底是有哪些生活上的细节，所以他们其实花蛮多时间在还原各式各样的，在东方的，在台湾或日本的研究来看的话，有些人可能认为这都是小议题、小问题，不是这种国家大事的问题。那反而在台湾或在日本的话，反而很多历史学者他会有自然而然的那种，我必须要复兴日本、复兴中国的。复兴台湾的这样子的观点在做研究的时候，反而会被束缚住了。所以我在看欧美的历史学者研究的时候，我还蛮喜欢看他们探讨各式各样多元的议题、多元的现象，然后不要只局限在政治方面的或者国族仪式方面的，因为他们已经没那个问题了嘛。美国人不需要再去强调他是一个国族，英国没有必要再去强调我是一个自古以来的国家，没有必要去强调这个事情。
那只有东亚才会。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我会觉得是在历史学者研究的范畴里面，欧美还是走到比较前面一点。那可是相对的，东亚目前本身所面临的一些社会上、政治上的议题，可能还是要依赖东亚地区当地的人来仔细的探讨，才有办法解决东亚自己的问题。欧美没有必要帮你解决问题啊，他也没有这个义务啊，他有的话只是帮助你而已啊。我觉得应该算是在我预期的范围之内。那目前有蛮多人把它定位为是中美经贸战争，甚至是双方的对抗，那甚至会走到冷战。我个人反而觉得是中国反而比较像是一路挨打，比较不像是两个强权之间的抗争，比较像是就是美国一直压着中国打。那美国一直压着中国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会看到的注意的现象是，其实美国也不是真的说就要把你灭掉，因为你仔细去看过去几百年来的历史，美国有真的灭掉哪个国家吗？没有啊。那过去几千年来，中国有去灭掉别的国家吗？反而有啊。所以真正在进行帝国主义把对方灭掉的，并不是美国啊。那美国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美国比较像是说，我们好不容易现在建立一个世界安全的大范围的自由贸易体系，而这个自由贸易体系你要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就希望参与的人遵守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你不要做一些奇怪的小动作。那也自然来希望是，当你愿意参与这个自由贸易体系的时候，你自己的市场就要打开，你要让你的国内各式各样的法律或者是惯例，那整个各式各样的体系跟这个自由贸易世界接轨。那自然而然就希望你中国就是遵守规范就好了。所以我个人比较觉得他是在强迫中国从原来的小孩子转成大人。那可是这对中国来讲就带来很大的阵痛，因为它很难转，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西藏、新疆各地的族群冲突的议题会被台面化，那各式各样的文化或者生活的困境都会浮现出来。那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现象，倒是不是说战争或冷战这样的现象，比较像是一方就希望你打开，那另一方可能暂时无法打开，那我就先锁起来一阵子。如果要看这个议题的话，反而是说，中国如果真的愿意开放的话，融入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话，初期台湾一定就是得利的啦，因为我们就是站在最前线嘛，往中国拓展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最前线嘛，那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得利。那可是当中国真的成功的融入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了，然后中国各个区块的地区也都转成一个民主自由贸易的世界的时候，那可能台湾的红利又不见了。所以这个当中很吊诡，就在于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什么对台湾好，什么对台湾不好？那我会觉得是就安全的保障来看的话，当然是中国转型成一个和平自由贸易的世界的时候，台湾的安全是直接就被保障了，再也没有安全的议题需要去探讨。那可是相对的，这时候台湾在于经贸的世界里面，你可能就要更努力的去拓展，才有办法得到原来享有的红利。好好的用力的加码台湾。是啊，因为很明确的嘛，就是各式各样的产业，各式各样的资源，目前看起来就在往台湾集中嘛。那台湾如果有一个再度起飞的阶段的话，那你没有搭上这一班再度起飞的班机，不就蛮可惜的。好，